布林肯访问沙特无功而返，中国后来者居上却满载而归，美国终究是白费心机了。各位好，欢迎来到新乐锐评。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由沙特返回到了美国国内。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关于此次布林肯的沙特之行，美国人并没有像从前那样进行高调的宣传了。这是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就算布林肯亲自出马，也还是没能啃下沙特这块硬骨头。这么说吧，布林肯此次访问沙特的目的是为了修复美沙之间的关系，并设法阻止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继续扩大。但是沙特并未给美国好脸色，因为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与布林肯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时就表示，中国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也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虽然沙特与美国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沙特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并不是零和游戏。沙特希望的是建立多元伙伴关系和接触。费萨尔当着布林肯的面强调对华关系的重要性，显然就是在警告不要妄想沙特继续做美国的附庸。由此可见，如今面对霸权主义，沙特等中东国家的立场变得越来越坚定。毕竟中国本来就是世界各国不想失去的合作伙伴，沙特自然也没必要为了美国去牺牲自身的利益，所以布林肯只能是无功而返。估计连美国也不会想到，自己如今在中东会变得如此的有心无力，这也是美国在1个月之内2次派高官访问沙特的原因所在。然而，更让美国人出乎意料的是，布林肯前脚才刚刚离开，沙特后脚就给中国送上了超级大礼。在近日举行的中阿合作论坛第10届企业家大会上，沙特同与会的相关中企签署了多个协议。如果算上其他阿拉伯国家，协议总数多达30项，金额超100亿美元，涉及能源、医疗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众所周知，沙特阿拉伯是石油大国，而中国又是石油能源消耗大国，因此这几年两国经济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优势互补，双方都取得了巨大好处。而这一次直接敲定了10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对中沙两国无疑又是实打实的双赢。总的来说，究竟是向东还是往西，沙特已经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当然，这都是在中国的斡旋下，中东各国和解后的必然结果和选择。这也难怪布林肯在访沙期间会酸溜溜地说美国没有要求任何人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大势所趋，岂是美国一己之力所能阻挡的？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不断的衰减，今后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重头戏陆续上演。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做再多都注定是白费心机。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